Hello，晚上好。1957年的费城，冬天的格外的寒冷。2月25日，狐狸追逐社区附近的一片树林，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泥土的气息。萨斯奎哈纳路旁，平时人迹的罕见，只有一些猎人会来到这里检查他们的捕兔陷阱。几天前，一个年轻的猎人就正在这片树林里发现了那个纸板箱，但他担心警方会没收他的陷阱，没有报警。直到菲勒德里的发现，这个秘密才被揭开。警方接到报警后，迅速赶到了现场。他们打开纸板箱，看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。男孩赤裸着身体，裹在一块破旧的格子毯里，双手被小心地叠放在腹部。他的身体瘦弱得让人心疼，肋骨清晰可见，显然长期营养不良。男孩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淤青和伤痕，有些伤痕是新的，有些是旧的，甚至还有手术留下的疤痕。他的脚踝、腹股沟和下巴上都有明显的痕迹，尤其是下巴上的一个 L 型的疤痕格外的醒目。他的头发被剪得很短，像是匆忙剪的，发丝散落在身体上，甚至有些还粘在皮肤上，仿佛是在他死后才被剪掉的。法医的初步检查显示，男孩的死因是因为头部遭受的多次的重创，他的头骨上有明显的裂痕，脑内有出血，身体上的淤青和伤痕表明他在死前遭受了长时间的虐待。男孩的指甲被修剪得很整齐，身体也被清洗过，这让警方感到困惑。凶手似乎在掩盖某些痕迹，但又没有完全隐藏男孩的身份。男孩的年龄被估计在4到6岁之间，身高约3英尺3英寸，体重只有30磅，远远低于同龄儿童的正常的体重。纸板箱本身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这个箱子原本是用来装婴儿床的，上面印着商标，箱子的一侧还有一个序列号，显示它来自附近的一家商店。警方推测这个箱子可能是在男孩死后用来装他的尸体，但箱子的来源却成了另外一个谜团。警方在树林里搜索了数小时，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，但除了那一块格子毯和一些散落的头发，他们一无所获。1957年2月26日，费城警方正在展开调查，他们将男孩的指纹采集下来，寄往全国的数据库，希望能找到匹配的记录。当时的警方对案件的解决充满了信心，毕竟一个4到6岁的孩子的失踪，家人应该会有很快的一个报案。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
几天过去，没有一个人前来认领这个孩子。警方在当地的报纸上发布了男孩的照片，甚至印制了40万份的传单，分发到费城及周边的地区，甚至附在每家每户的燃气账单上。传单上写着：“你认识这个孩子吗？”依然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。男孩的照片被广泛传播，他的面容深深地刻在了费城人的记忆中。那是一张让人心碎的脸，他的眼睛紧闭着，嘴嘴微微张开，脸上带着一种安静的悲伤。警方还请来了艺术家，根据男孩的面部特征绘制了一幅肖像，试图还原他生前的模样。这幅肖像被张贴在街头巷尾，但依然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是我的孩子。案件的细节让调查人员感到困惑。男孩的身体上有手术留下的伤痕，说明他可能接受过医疗的治疗，但没有任何医院记录能与他的特征匹配。他的营养不良和身上的伤痕表明他长期遭受虐待，但为什么没有邻居、老师或者亲戚注意到这个孩子的存在？更令人不解的是，男孩被发现时身体被清洗过，指甲被修剪过，头发被剪断过。这些行为似乎为了掩盖某些痕迹，但凶手却没有将尸体埋葬，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显眼的纸板箱里，丢弃在树林中。这一切都让警方感到凶手可能并不害怕被发现，甚至可能希望男孩被找到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指向男孩的案件成为了费城的一个集体的伤痛。1957年的纷争，社区之间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。孩子们通常在街头巷尾玩耍，邻里之间互相认识。一个孩子的失踪和死亡本应引起巨大的轰动，但这个男孩却像是从空气中凭空消失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。费城的居民开始自发地为这个男孩祈祷，一些人将他称为美国的未知之子，希望用这个名字给他一点尊严。教堂里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，人们在街头巷尾讨论着这个案件，试图回忆是否见过这个孩子。一些市民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协助警方分发传单，收集线索。费城的《卫讯报》持续报道案件的进展，每一篇报道都让人们的心头上蒙了一层阴影。警方追查了数百条的线索，但每一条都以死亡告终。他们调查了商店的销售记录，试图找到购买那个婴儿床的人，但记录显示这种婴儿床在费城地区卖出了数百个。警方还调查了当地的医院和孤儿院，试图找到与男孩手术疤痕匹配的记录，但依然一无所获。
他们甚至联系了全国的失踪儿童的档案，但没有任何的一个失踪儿童的描述与这个男孩相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案件逐渐的冷却，但他从未被遗忘。费城的警察局里，指向男孩的档案被一代又一代的侦探翻开又合上。指向男孩的档案，一些老侦探在退休前依然会回到案发现场，站在那片树林里，试图寻找新的灵感。1957年，负责现场指纹采集的警官比尔·凯利曾说，这个男孩的指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，每当他闭上眼睛，就能看到那个小小的冰冷的身体。他的女儿凯瑟琳·凯利格里后来回忆说，父亲直到去世前都在关注这个案件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。1957年，这小男孩被埋葬在费城的一个无名的墓地，那里埋葬了许多无人认领的死者。他的墓前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简单的符号，上面写着未知身份。然而，费城的居民并没有忘记他。每年2月25日，也就是那个男孩被发现的日子，人们会自发来到墓地，为他献上鲜花和玩具。一些母亲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墓前祈祷，希望这个男孩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。1998年，费城社区决定为指向男孩举行一次正式的葬礼，他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常春藤山墓地。墓地管理方捐赠了一块大墓地，棺材、墓碑和葬礼费都由一位好心人捐助。他是1957年埋葬男孩的殡仪员的儿子。葬礼当天，数百名市民前来悼念，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。墓碑上刻着美国的位置，直至墓碑下还有一块牌匾，上写着空格天赋，请保佑这个位置的男孩。从那以后，常春藤山墓地成为了指向男孩的安息之地。墓地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会定期为他清理墓地，摆上鲜花和玩具。每年冬天，墓碑旁还会出现圣诞装饰和小礼物，仿佛在告诉这个男孩，他从未被遗忘。墓地秘书大夫德莱斯特尔曾说，这个男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特别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。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我会把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，让他真正的被记住。指向男孩的案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始终没有突破，警方尝试了各种的方法，包括指纹对比、X 光检查和早期的 DNA 的技术，但都无法确定男孩的身份。2016年，美国国家失踪与被剥削儿童中心发布了一
建的图像，希望能唤起公众的记忆，但依然没有结果。传记出现在2019年，费城警方决定再次挖掘男孩的遗体，以获取更多的 DNA 的样本。当时的 DNA 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，尤其是遗传家谱学的兴起，为许多冷案提供了新的希望。警方将男孩的 DNA 样本送往实验室，经过复杂的分析，提取了足够的数量。随后，他们将这些数据上传到公共基因数据库中，希望能找到匹配的亲属。这项工作并不容易，男孩的 DNA 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严重的降解。法医科学家克林形容这项任务像是拼一个巨大的速度谜题。他和他的团队花费了数月的时间，将零散的 DNA 片段拼接起来，最终找到了一些可能的亲属线索。警方随后联系了这些亲属，请求他们提供 DNA 的样本进行对比。最终通过一位表亲的 DNA， 警方确认了男孩的母亲身份，并通过出生记录找到了男孩的名字约瑟夫·奥古斯都·扎雷里。2022年11月30日，费城警方宣布他们已经确认了指向男孩的身份。12月8日，他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公布了约瑟夫的名字。1953年1月13日出生，死亡时只有4岁。他住在费城西部的61街和市场附近，来自一个德拉华县的显赫家庭。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，但警方透露，约瑟夫有多个兄弟姐妹仍然在世。出于对这些亲属的尊重，警方没有公布约瑟夫父母的名字。费城警察局局长丹尼尔·奥特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65年来，这个孩子的故事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警察局、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。当人们想到指向男孩时，会感到一种深刻的悲伤，不仅因为一个孩子被谋杀了，还因为他的身份和存在的权利被剥夺了。今天终于给了他一个名字，但这只是他的故事的一个章节的结束，另一个章节的开始。约瑟夫·奥古斯都·扎雷里这个名字终于让指向男孩有了一个身份，但他的故事依然充满了谜团。警方透露，约瑟夫出生于1953年1月13日，死亡时只有4岁。他住在费城西部的61街。这个地区在1950年的年代是一个普通工人阶级的社区，街道上满是孩子的笑声，邻里之间相互认识。然而，约瑟夫的存在像是被抹去了一般，没有人报案说有一个10岁的男孩失踪，没有邻居、老师或者亲戚站出来说认识他。约瑟夫的身体状况提供了更多令人心碎的线索，他的营养不良和身上的伤痕表明，他可能长期遭受虐待。他的脚踝
腹股沟和下巴上的手术疤痕显示，他可能接受过医疗治疗，但没有任何医院记录能与他匹配。他的指甲被修剪得整齐，身体被清洗过，头发被剪短，这些细节让警方推测凶手可能试图掩盖某些痕迹，但又没有完全隐藏他的身份。警方还发现约瑟夫从未登记过社会安全号码，也没有失踪报告与他相连，这让人们不禁思考，约瑟夫的家庭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？他的父母是谁？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孩子遭受了如此残忍的对待？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答案。尽管约瑟夫的身份已经确认，但他的谋杀案依然是个未解之谜。费城警方表示，这仍然是一起活跃的凶杀案调查，他们需要公众的帮助来填补约瑟夫人生中的空白。警方队长杰森·史密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我们对谁可能是凶手有一些怀疑，但目前公开这些怀疑是不负责任的，因为这是一起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。史密斯还表示，约瑟夫的死亡发生在66年前，许多可能认识他的人、邻居、亲戚，甚至凶手本人可能都已经去世。证据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少，调查的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，警方希望约瑟夫的身份的公布能引发雪崩式的线索。史密斯说，我希望有人，也许是一个70多岁或是80多岁的老人，能记起这个孩子，记起他家里的情况，记起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警方还公布了一项2万美元的悬赏，希望能鼓励更多人提供线索。费城警方和维多克协会，一个致力于解决冷案的非营利组织，表示他们将继续调查，直到找到真相为止。维多克协会的创始人比尔·费莱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约瑟夫不再是那个只小男孩，他有了一个名字。我从小就被教育，当你大声说出亲人的名字时，他们的灵魂就会在我们中间继续活着。直到2023年1月13日，约瑟夫本该迎来他的70岁生日。这一天，费城社区在常春藤山墓地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，为约瑟夫献上了一块新的墓碑。墓碑上刻着他的全名约瑟夫·奥古斯都·扎雷利，旁边还有他的照片和出生日期。墓地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聚集在一起，为他献上了鲜花和玩具，祈祷他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。2024年1月13日，约瑟夫的71岁生日，数十人再次聚集在常春藤山墓地，纪念这个曾经无人知晓的孩子。墓碑旁摆满了鲜花和礼物，孩子们在墓地里跑来跑去，笑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。墓地的工作人员说，约瑟夫的墓地总是有人来看望。
他从未被遗忘，现在他有了名字。我们希望他能感受到这份爱。约瑟夫·奥古斯都·扎雷里的案件不仅仅是一起未解的谋杀案件，它更是一个社会的伤痛。1957年的费城，社区之间的联系很紧密，一个孩子的失踪本应该引起巨大的关注，但约瑟夫却像是被世界遗忘了一般。他的死亡揭示了社会中的一些黑暗角落，家庭暴力、儿童虐待，以及那些被忽视的弱小生命。约瑟夫的故事让我们思考，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？他的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的邻居、老师、亲戚在哪里？1950年代的美国儿童保护系体还远未完善，许多孩子在家庭中遭受虐待，却无人干预。约瑟夫的死亡是一个悲剧，但他也提醒着我们，保护儿童、关注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约瑟夫·奥古斯都·扎雷里这个名字终于让志向男孩有了一个身份，但他的故事依然充满了未解之谜。他的短暂人生充满了痛苦和悲伤，但他的名字如今都被刻在墓碑上，被费城的社区记住，被无数关心他的人缅怀。约瑟夫的案件告诉我们，有些伤痛永远无法愈合，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无法解开，但我们能做的是给那些被遗忘的灵魂一个名字，一份尊严。下次当你经过一片寂静的树林，或者看到路边的一个纸板箱时，不妨停下来想一想，也许那里曾经有一个孩子，像约瑟夫一样，等待着被记住。约瑟夫·奥古斯都·扎雷里，他的名字将永远在费城的记忆中回响，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